其实对于平台来说呀，最重要的就是 IP 本身。那些有名的小说作家已经把能做的都差不多了，反而是像你们这种公众号、自媒体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是。公众号的优势呢，文章短，速度快，又能抓得住当下的社会内容，还能与受众互动。哎，你们那么多的爆款文章，其实就是对这个市场很好的验证嘛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公众号现在完全是一片红海，门槛低，竞争激烈。尤其像我走的是这种情感路线的，范围是挺广的，但是很多观点都是普世的。每天有那么多的新号出来，我但凡有一篇文章、一个观点没有抓住观众，他们很快就转移视线了，这种压力真的很大。也不一定吧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就拿莎士比亚戏剧来说，它大部分探讨的也是普世情感话题。莎士比亚，倒也是。但是它有没有因此失去吸引力呢？没有吧。相反，把任何一种人性探讨到极致，都会引发共鸣，所以才会有1000个观众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种说法，敏锐地去捕捉情感的共通点，往深了挖，往精了做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尝一尝我这新学的煎牛排，我跟你讲，这虽然看起来有点黑，但是食材好啊，古式的牛肉。我给你切完，你尝尝。来，你尝一尝啊。淡了可以加盐啊。怎么样？不，你什么？咸了还是淡了呀？还行。王菲啊，我这么精心的做顿饭，你就这么敷衍我呀？你觉得我是个后反劲儿的人吗？都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我不应该跟你吃这顿饭。啊？我应该跟车里吃。你们俩在公司天天没吃够啊？今天下午，公司来了一个人，平台方的，姓林，林总，他是车丽的大学师兄。他看丽丽的眼神不对，他一个劲儿的夸她，说要给我们介绍资源，还让车丽去参加星光盛典，还说要帮我们甄选 MCN 公司。晚上他们俩一块去吃饭了。不行，我觉得要出事儿。你呢，盼人点好，而且合作商找你们合作说点场面话，非常的正常。不是，这个男的，我觉得这个男的目的不纯，你得提醒一下周全。那说车丽是有分寸的人，你不用担心。那万一这个男的没分寸呢？孟非是这样的，漂亮女人呢有男人惦记非常正常，比如说你，有男人惦记你，我就很能理解。那再说回周全，他找一这么漂亮的老婆，有男人惦记，你觉得他心里没数吗？我担心车里有危险。人家那么大人了，有没有危险分辨不出来啊？而且这事儿你真和周全说了，那才尴尬呢。是吗？对呀，人家本来没危机，你制造出危机了，你说尴尬不尴尬呀？不好意思，回个微信啊。你看那个，有一个账号，叫老高与小莫。啊，这个你也看啊？他们就很有意思啊，无论是影视解析，还是深度分析，他们都做得很垂直啊。他们的切入点全都是玄学，从来没跑过题。林总倒什么都看啊。那你觉得我上一篇文章呢？你怎么走啊？哦，我叫个车。要下雨了，肯定不好叫车，我送你吧。
来吧，一脚油的事儿。行，那麻烦你了，林总。谢谢啊。雨太大了，你给我发个地址，我去接你吧。艾文爸爸，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招聘网站，就是垂直分类的那个，叫什么来着？谢谢啊，麻烦你了，谢谢周哥。跟谁聊呢？你怎么回来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吓我一大跳。什么周哥？哪个周哥？车丽的老公艾文爸爸，又喝酒了，给你倒杯水吧。我不是不让你跟他聊了吗？不是让见面聊就开始发信息了是吧？你拿我手机干嘛？你这聊的挺丰富啊。都是工作的事情。我说你怎么在家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出去工作？是他撺掇的是吧？不是人家撺掇的，人家是好心帮我。好心？我现在就去问问他。你干嘛去啊？别拦着我，我去问问他，到底安的什么好心？你喝多了，你能不能别这样啊？李健，妈妈，别跟爸爸吵架了。没事没事。对，就这样。谢谢。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伞。谢谢，谢谢谢谢。老公，哦，这是林总，你见过的。哎，谢谢啊。应该的。谢谢啊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聊完工作前吃了个饭，快下雨了，我叫不到车，他开车了，就说送我回家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没事，叔叔阿姨回去吧。别事，别事，没事。车老师在哪？车老师，我跟你说一句话行吗？我知道你现在是大作家，事业上升期，红是吧？忙，但你再忙能不能关心关心你老公？你老公也是男人，别没事让他给我老婆发信息，那是我媳妇儿，有事也别发。周全，你快进来。爸真的荒唐！你少废话。说吧，你是不是真的跟这女的有点什么？
我为什么要跟他有什么？我为什么呀？如果不是那样的话，为什么大晚上和那女的聊那么多？如果不是那样的话，她老公怎么找到咱们家来了？我告诉你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你小点声。干嘛？肯定是有误会的，这方面我绝对相信周全，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方面相信你的伴侣是对他最大的尊重。是。丽丽啊，你先别替他解释啊，咱们当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你放心，他如果真干出这种事来，我肯定替你做主。我觉得爸，首先她老公的精神是有问题的，我见过她老公，我们都见过。还有一个刚才喝酒了，对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住在一个社区里边，丽丽也认识，他们先认识的。我天天跟这些全职妈妈在一起，他们带孩子在行，但是找工作他们不在行。这个女孩可能在家里面比较受气，她想找工作，她只能问我。我确实多说了2句，那怎么办呢？街里街坊呢？你记住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结婚以后，一个男人就要跟别的女人保持距离，划清界限。对，这个距离就是道德，就是分寸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爸，您说的没错，我觉得男女之间距离感很重要。你不听明白了吗？我有问题，爸，我有问题，但是我们绝对没有。哎，很简单，爸啊。看我们的那个微信通话不就完了吗？我给你们看好吗？好看这个，对吧？好，咱们看看。这都实锤。对，等会儿。不行，我这眼睛不行。你怎么样？你看。就是。你念念。其实我也挺想去上班的，哪有人愿意整天在家里待着？一个大男人总在家里待着，终归不是事儿。我现在这样就属于苦中作乐，熬吧。没什么。没写什么，对，没什么，这话说的都有分寸啊。是。爸，你别生气了，肯定没什么事儿。那我先去，换个衣服什么的啊。好。好。哦。你看你这人，什么也没有。瞎起什么哄啊！妈，你捅娄子了。我怎么了？你看就看吧，你念什么呀？不是我要不是把话念出来，人家怎么知道你到底清白不清白呀？解释不清楚了。特别好，那个事儿清楚了，新的事儿又不清楚了，完了。什么事儿不清楚了？好什么不清楚的？还你还有理了你啊？我，哎呀。你这么一闹，我以后怎么见人？怎么面对车厘子？不用面对，不见挺好的，以后别见了。自己爱工作，自己不出去找，撺掇你，在家里待得舒舒服服，好好的。你觉得我在家待得舒服吗？我每天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，照顾孩子，还要照顾你。好不容易熬到上小学了。我真的想出去工作。你早不出去，晚不出去，怎么他们2口子出现了就出去了呢？你还说不是被他们2口子洗脑？我没有被洗脑，是我自己决定的。我是不是不能有点自己的追求？那你孩子出生之前你怎么不追求呢？怎么现在追求呢？日子过得好好的，这瞎折腾什么劲儿啊？哎，这怎么是凉水啊？你给我整点热的。现在有点感冒了。我自己弄。有姜茶没有啊？不是那个在哪儿啊？你告诉我吧。不是有什么好哭的？我觉得你今天当着我爸我妈面摔门很不礼貌。他们知道我不是冲他们，是冲你。你冲谁？你让你父母看到你跟一个外人在说你的心里话，而作为你的媳妇儿，我不知道。你觉得你有礼貌吗？你爸妈会怎么看我？那我为什么没跟你说这个心里话呢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
你真的是像你那个微信里边说的，你在家里待得这么难受，在熬吗？是吗？好，首先，我跟他说这些是话赶话，他跟我一大堆的牢骚，说他多不容易。其实我想安慰他，我想告诉他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。其次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说这些话。怎么就没有时间了？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吗？没有特别合适的契机。你是没有时间还是不想说？我没有时间，也不想说。为什么不想说？说了有什么用呢？你不是该忙还是忙吗？我每天那么晚回家，回来以后说不了几句话就睡觉了，呼噜打得震天响。我跟呼噜说吗？你在埋怨我吗？我是在工作呀。谁没工作过？我想那么忙吗？谁没工作过？对呀，所以你不能理解吗？那你觉得我在干嘛？我工作的时候会像你这样吗？你忙的时候你忘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忙的时候，最起码我回家会安抚安抚你。也许你现在工作量比我大，你每天有很多的稿子，那我也编程序啊。我回来不是把你哄得好好的吗？我没哄你吗？你哄我什么了？你说的我现在这个家和孩子，我完全一点都没有管是吗？你管了，是你管得多。你管了，但那时候你管的时候，我会安慰你啊。你安慰过我吗？我怎么没安慰你？我知道你怎么了。今天我才知道，你说你在家里特难熬，我才知道我要安慰你什么。我作为一个大男人，天天在家里边，这还用我主动跟你说吗？你闹成这样，你痛快了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又赖上我了。不赖你赖谁呀？太晚了，睡觉。打着伞回来，让你看见了，你不阴阳怪气吗？我不会。如果只是你同事、工作伙伴，下雨了，你送他一下，打了一把伞，我干嘛要生气？他是你的同事吗？他在大学的时候追求过你。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，你不提，可能人家自己都忘了。周全，你以前不这样的。你太逗了，怎么可能会忘了呢？他怎么可能会忘了呢？我举个例子，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？你就没追过别人吗？你还追过别人呢？那今天这个是值得吵架的吗？那今天我看到这个事情，我作为你的老公，我连阴阳怪气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我说什么了？我有怪你吗？我有因为这个事跟你吵架吗？我今天吵架的目的是你不该当着我父母面摔门。我生气是从那一刻就开始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但我爸我妈是无辜的。我不是说你爸妈，你爸妈知道。你是觉得不是我爸妈？我已经表现得很好了，我一直在说我相信你，不是吗？我也说了些，我相信你啊。男人都打到家里来了，我都没有说过我对周全有一丝一毫的怀疑，就因为人家打了一把伞送我回家下雨了，你就阴阳怪气的，到底是咱俩谁有毛病啊？因为那个明摆着就是不可能，我跟于潇潇有什么。但是这个曾经追过你的男的，而且他事业可能还挺优秀的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每天都不着家的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我怎么有一点点的不舒服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你也太霸道了吧！你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是吗？你看一下我在忙什么。我对你的隐私没有兴趣。那不是隐私，我没有什么隐私，你可以随便看，看看我每天在干什么。我看不过来，这上面有800条消息。睡觉了。上周咱们卖的最好的是酸辣粉、肥牛面，还有洗洁精。跟我的粉丝属性是对标的嘛。家庭主妇肯定更关心的还是吃的呀，家里的用品什么的。可是每一单的客单价实在是太低了，你要说走量吧，量走的也不够多。想要更多变现的话，我还是觉得把内容做好。我琢磨着怎么能让它往回转到我们以前比较擅长的那个方向。那咱们这直播间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些高端点的东西呀？哎呦，我着急。可以有高端的呀，马上就可以有啊。什么呀？文化属性强一点的，比如书。我就是从纸媒出来的，纸媒的现况你也很清楚，真的不怎么样。
我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我总觉得我就是写公众号出来的，我以前的粉丝都是看我文字的，引导一下，我认为他们是有阅读需求的。行，那咱们说好了，1周之内不到1000单，商品就下架。可以啊，打个赌呗。那你肯定输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，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故事的主人翁呢是伦敦的一个证券经纪人，他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妻子是一个出身贵族世家的一个非常优雅。你说书是不是没有什么行情？底下评论都让卖酸辣粉了。跟他说了，不听啊。我们俩不是打赌了吗？1周要是卖不到1000单，书就下架。这样他估计以后都卖不了书了。要能卖出100本，我就算我自己输。月亮和六便士就像生活当中的理想与现实。当满地都是六便士的时候，你是只愿意低头捡六便士，还是愿意抬头看一看你心中的月亮呢？你是自然界的耻辱，你知道吗？同用一盆土，你为什么长得这么猥琐？你对得起大自然吗？你对得起我对你的养育吗？你就不一样，你长得漂亮。还不是我长了。你看，很快就要开出小花来了。你跟为什么要不要去医院呢？你为什么会长得这么丑啊？花也是有灵魂的。你的爸爸妈妈是谁？为什么会让你变成这样？你思考过吗？你爸爸妈妈就特别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充满了爱，所以你生来就这么漂亮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等待着你先开出小花哈。你要好好反思，记住没有？记住没有？丑八怪！哎，你看看，还真有1000单。月亮与六便士真的有人买？我也觉得奇怪，你说这不都不少，正好1000单。看来你输了。他明天还要卖《罪与罚》，关键是一本书的客单价还不如酸辣粉呢。关键是他一聊到书，这直播间人就一直往下掉。罪与罚，听着有点太沉重了吧？书是好书，就是不适合在直播间卖。照这样的话，什么钻石啊、高端护肤品，我可是指望不上，是蹭蹭往下掉人。哎，别，你别送到我们家门口，你就是前面一点儿有一个停车场，你就放在那个门房那儿。我跟大爷都说好了，好吗？丽丽，哎，你那个晚上给艾文做条鱼，他爱吃你做的鱼。对，我可能不一定能回去吃饭，你别等我了。拜拜。你们家周全啊？啊，咱商量个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明天别卖书了。为什么呀？卖书人都走。咱不都说好了吗？不到1000单就下架。我到1000单了。
1000单也挣不着什么钱啊。万一下面这个罪与罚能卖到1万单呢？你能不能现实点？你能不能放松点儿？那你就别把整本书从头说到尾，时间太长了。尤其是罪与罚这种大部头的书，人家要买的人自己就会去买，不会在乎你真正到底在说什么。什么叫要买的就自己会去买？有很多推荐书的博主啊，我这又不是独创的，而且我是说的很不好是吗？所以人家不在乎我在说什么？不是你说的不好，你说挺好的，但是我真是说的挺好的，为什么不能说呢？咱们是在做生意，咱们得现实点，咱们得挣钱，是吗？之前没挣钱吗？之前挣了挺多钱啊，我为什么不能拍一点我真的喜欢的、真的想说的东西呢？你想说的东西没人看，下边留言的全是咱们自己人。这个留白应该再稍微多一点点，对吧？然后你标题再往下放一点，字体再稍微扩大一点，对，这样的话看起来版面会舒服一点。菲姐啊？怎么了？自己看吧。小夏，你去帮那个陆续把那个版面的事儿弄去。啊，好。我跟商家确认过了，他发过来的确实是咱们公司的地址。菲姐，你姐在那儿呢。别生气，好好跟她说。先别跟别人说。好。陈大爷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可算是来了啊！哎呀，来你看看，这些都是你的，这么一大堆放这儿不合适啊。啊，是，我赶紧想办法给他弄走。你公司不是还有人吗？叫2个下来帮你搬吗？不用了，他们有他们的事儿忙，我自己来吧。您那个小拖车能借我用一下吗？我很快就给您还回来。我来。我很重，我来。小心哦，很重。好。行。好。谢谢你啊，陈大爷。行，我还有事儿。好，您忙您的去。你拖车尽快还给我啊。好嘞。哎。那什么呀？周团买了些东西，买多了，家里放不下，我就想让他先寄到工作室。他买了1000本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什么意思啊？查后台了，都是你买的，地址还填成了咱们工作室。承认吧，你就不是个撒谎的料。真的想不明白了，你搞这种骚操作干嘛？自己骗自己玩？